把我的白色衣服就洗成冰干了。哎呀，不是，这是粉色，然后我又很不开心。Hello， 欢迎收看 Kaki Chats， 我是西爱，我是萌，我是 Bill， 我是 Benham 范平庚。我们今天呢要谈关于婚前同居。以前是，比如说我们父母年代是不行的，对吗？但是现在越来越常见了。所以你们自己有同居吗？婚前同居？我现在已经在跟我男朋友同居。你们是在一起多久后，然后才同居的？差不多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同居，还没有在一起，还没有正式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么快耶！哇，很快耶！哇，这个你反应太大了，你的反应太大了。这里我不是本地人嘛，然后我原本一直来都是在租房子，那时候他也是在外面租房子，就还没有跟他的父母住。刚好那时候可能我的合约也是到期，在找房子住啦。他就很好心的，然后就问我，你要不要考虑住我的家这样？我就但是我也很急嘛，而且我有去看几间，就是我没有办法找到喜欢的，然后我就如果可以借住一下子的话，我不介意。所以他还没有问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就直接问你要不要住我的家。应该是是这样。可是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应该不到1个月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了2年多，接近3年，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差不多。所以一向来都是住在一起。Ben 你呢？我跟 Zara， 我们第1年是，我跟他讲说 ，OK，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我跟你是可以走很久。我就跟他说 ，OK， 我不会住你家，你也不可以来我家。为什么是我要确保我们要在一起很久，所以对我不知道嘞，可能因为之前的2个 relationship 都是那种一在一起，然后就会 stay over 这样。前面2个就1年半，然后3年就很快就没有了嘛，就进展太快。对，然后要 make sure 这个是可以很久的这样。我想要慢慢了解这个人，然后也不想要说爸爸妈妈那么快又看到儿子又有多一个女朋友这样子。1年多后我们才开始，就是可能1-2天的 stay over 这样。我住很多天，还是他住在我家很多天的时候，应该是2年多后吧。After 今年 engage 过后，就是那种我7天在他的家。我已经结婚了5年，求婚了。婚礼6个月之前，我们正式同居，就是我搬进他家，跟他的父母一起住。为什么会决定在那个时刻？因为一向来父母都不允许所以我是以前是很像 stay over， 只是几天这样。他们已经很不满了啦，因为我已经那时候已经来4天没有回家过夜那种。他们就说：“哎，你干脆 just 搬出去不就好这样？”因为我爸爸说的那一句话，我没有这样搬出去。我知道我一搬出去是没有回头路了，真的。如果是在那种情况下搬出去的话啦，之前很多父母他们会担心说，结婚前不可以什么性行为，对所以如果你同居的话，就很可能会发生，所以就不让哦。同居不代表一定是要有婚前性行为呀，可是几率会比较高，对吧？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是不怎么喜欢我过去过夜。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同居，也是可以发生性行为。也对，也对，有办法避免。我自己也是，我父母就是他们也是很严的，所以我跟我的老公，我们是完全没有同居过的。就是我们拿 BTO 锁匙的时候，对吗？就是已经要结婚了，那到后面，因为我家比较靠近 HDB， 所以呢他才来我家住。但他来我家住的时候，我father还讲说，他要我老公去我弟弟房间住。过后我就我不能找什么理由啦，所以结果还是就是在我房间住，然后我就睡在床，他就睡在一个地方这样。我知道很多朋友就是允许那个男朋友过来，可是不可以关门。Zara 的妈咪就是这样，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关门，不可以锁门，这样不可以躺在床上，就是不可以这样晒白晒。你要坐在对。我会 make sure 早上我会坐在地板这样，就是不是躺在那边。早上来9点就这样，要坐在那边。从小我就在外面租房子，好像到我18岁的时候我就去市中心读书，所以那时候离我的家乡有一段距离。一开始可能因为我租房子的地方和我哥哥租房子是同一栋。所以他也没有好像真的特别担心。我的父母，我的妈妈蛮开通，蛮自由，他会让我知道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要怎么做，你怎么保护自己，他会让我就是自己做选择。哇，很好哎！我的妈妈每次跟我讲，Ben你不要去外面乱伤害女孩子啊，那个是，他会就是叫我的女朋友很晚了，你要快点回家。不然等下你妈妈担心你，然后就是尽量 try to 赶她回家这样。那你们同居有碰到什么挑战吗？就好像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之类的。当然一开始搬进去会有
就是会因为小事情而吵架啦，可能是衣服吧。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很喜欢把衣服就是堆成山，然后因为我喜欢分类着洗，我喜欢好像白衣和白衣，裤子和裤子，就是 sweater 外套要一起洗，就是那个 material 差不多一样我才可以，就我想要、我喜欢那么洗，然后我就想要留多所以一点。你要堆了才去洗啦，就我不可以2-3天就洗 OK，OK 我要可能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我就够了可以洗，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一次过洗全部，然后再一起弄干。然后因为我不喜欢每天折衣服嘛，我喜欢一次过折全部。然后可能他的想法就不一样啦，他就觉得好像如果衣服堆起来就是一定要洗了马上，因为中间还有试过就是以他的方式就是几天就去洗，可是他把我的白色衣服就洗成冰感了。哎呀，不是，这是粉色，然后我又很不开心，因为你一洗坏就洗坏了嘛。然后过后我们现在就分工合作，就是1个月你洗，等下1个月我洗，就是你要怎么洗你的事情。那这样那衣服不是有机会变？就他会要注意咯，如果他弄坏就买给我。OK， 这样我可以这样。对，你不会 lose count， 这个月是谁，这个月是谁？这样就不会没有，因为你3个月洗很多，你折很多衣服，你记得了吗？呀，你每天迫不及待的去 pass 给另外一个人。那你呢？你的是头发。我有很多怪癖，我不喜欢我家的厕所冲完凉有很多头发。女生长头发，所以比较容易掉头发嘛。她来我的家 stay over 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很糟糕的，我会讲外国 hair， 我就会拾起来，然后丢进垃圾桶。有时候她洗完澡那个地上你一踏进去就根本就是 conditioner， 就是滑的，然后又有很多头发，我就会进去，我就帮她洗，然后就冲凉，出来我就跟她讲，你可不可以洗完澡你就把你的头发冲一下？地上很滑，有很多肥皂，等一下下一个人进去滑倒怎么办？就变成越讲很多次，后面他就变很 frustrated。掉头发 normal 吗？为什么你不会掉头发咩？到后面他就知道了，他就看到刚刚我忘记冲，现在不见掉 ，OK， 一定是他冲掉，还是别人冲掉，所以后面他就没有讲了。其实我跟他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很迟睡觉，他每天没有4点不可以睡觉的。Oh my god！ 我可以到4点，但是可能1点2点我就已经很累了。然后我每天差不多9点10点我就会起来。他是那个每天12点1点起来的，所以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我发现我每天都很迟睡，很迟起。我是一个 light sleeper。以前他喜欢看 video、TikTok， 然后就开声音，我一开始不可以的，所以有声音我就会起来。可是现在没有声音我睡不了。习惯了呀，他的那个 handphone 的灯一照在我脸，之前我是睡不了的。现在我讲，你可以不可以开大声一点？开大声一点。然后it's OK那个灯讲。那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对我就睡不了，我就睡不了，自己一个人睡我就睡不了。我觉得我 lucky 啦，我 adapt to 他啦。生活在一起一定要去学怎么去体谅。然后去 understand， 这个就是他，我们也没有因为这个吵架了。现在因为我们2个有自己的家务全部都是我做啦，他不可以啊。为什么？他不可以做。说你同居的时候就知道说他不可以做。这个我不懂，可不可以讲？他可能会很生气。我们以前在 university 的时候，我们去法国 exchange，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6个月同居过。可是那个是我们才开始谈恋爱的2年，但那个时候6个月没有人帮我们清理嘛，肯定是我要清理，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不会做家务了，不是他不想要帮忙，而是他真的不会。要把那个房子还给那个房东的时候，第6个月的时候，当然那个家里是很乱啦。那我就跟他说 ，OK， 第2楼我已经准备了1桶水，一个 mop， 等他有一个 basket 给你扭干那个 mop 呀，然后我就在楼下去做其他东西，一下子我就听到一个人在喊。我是开门的时候，我的第1楼全部都是 flooded with water， and 他在地上，他从第2楼摔下来了。为什么？这么夸张？因为他在抹地板的时候，他没有用那个东西，就很湿，很滑。我就很生气。然后我知道我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生气，而是要去帮他问他 Are you OK， 对吧？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就叫你做一件东西，你要弄伤你自己，当然我会生气啊。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抹地板？你没有用那个篮子咩？他讲我不知道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因为我也是不知道，他也不懂那个是什么，对吗？所以从那天起我就说不用紧。
我做。坦白说，我的东西是95%都是我的东西，所以洗衣服全部都是我，大多数都是我的衣服，所以也是不怎么公平。如果要叫他做，但是很多人同居就是为了要了解彼此的习惯，看适不适合，对吗？这样的话，如果你知道说，他没有办法做家务，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testing 这个 fail 了，然后要怎么样？因为不会做家务而 break up 会很奇怪吧？我觉得不是一个 deal breaker 啦。当然每个人是不同。To me， 我觉得不会做家务是一个很小的事，因为我可以做，所以就拉长补短。我觉得如果同居那个问题其实不是性格上的问题，那个是生活的小习惯问题。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问题可能是可以改的，因为不是性格嘛。我是觉得应该是蛮容易改的。对，我觉得同居过后有一句话我每次都 remind myself， 就是 pick your battles， 就是如果真的是不用吵的，不需要吵的，对咯，你 just 不要吵咯，来 you know 可以解决就解决，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不可以解决就叫另外一个人解决，可是不需要you know 伤和平还是什么。这你们觉得婚前同居有什么好处还是坏处嘞？因为我是赞成为想要在婚前同居的人，好处当然是你可以更了解对方，而且你该吵的架应该早点吵完。对。那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住在一起同居跟出国其实怎么说有差别，是对不一样的。什么？因为你出国会有很多惊喜，好像你会忘记你的 passport， 你会发生在你身上吗？我不讲我自己，我讲我另外一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转机 passport 不见啊，放哪里？然后他跑回去那个飞机，然后那个人也不给他去，因为那个工作人员上去那飞机找很久找不到，然后我们就查了，那怎么办？因为我们要赶下个飞机，然后还要 check in， 然后到最后那个工作人员结果他去找错飞机。然后就是很多hiccup 啦，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所以只要一不见什么我会很紧张。然后一开始我可能会很紧张，就他不见他电话还是钱包的时候，一开始我会很紧张，要帮他找。可是现在他不见东西我就只要你人没有不见就好。就是你觉得好开因为他每次不见是吗？对，就我已经习惯，就你有什么还可以不见，就没有东西嘛，就除了你自己而已嘛，就你只要自己没有不见人就可以了，因为其他事情是都可以解决的啦。对，人会忘记 passport， 可能你会忘记带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这种同居你可能是看不到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出国，有机会同居的话就尽量啦。但是如果爸爸妈妈反对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来。我觉得是看个人，一定要有很多牺牲的话，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以等到婚后也 OK。就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租房子在外面同居，就像 Bill 这样？因为我想要体验，我从来没有租房，在外面自己生活过。可是 Zara 直接讲 ，Hello，you know。The rental 说，现在你要租一间房间，一个月1000，let's say 最便宜了1000啦，你要牺牲500块哦，你不可以去这个，你不可以买这个，不可以买那个，你要吗？然后他讲说还是不要啦，我们不要浪费这个钱啦，浪费这个钱，你住在这也是一样啊。The difference is 有爸爸妈妈在家里咯，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差啦。所以最后我也是没有这样。你觉得有差别吗？其实我很感激我有那一段经验，就是跟我的 in-laws 一起住。结婚过后还住了3年，所以我跟他们住了3年半，我是很喜欢、很享受，也很想念。我觉得是好的嘞。而且你可以提前，就是因为很多人婆媳的那个对婆媳关系，可以真正看到他是怎样成长的。婚前同居跟婚后同居有不一样吗？没有不一样。根本没有不一样，其实是好的变化了。我觉得好的变化，只是自己家务要做，可能煮饭要自己吃不好吃的，因为我 in-law 可以煮很好，这种东西，可是没有什么不一样，跟老公之间是一样的。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我同居的话，那我结婚后就没有什么差别嘞。我问一些朋友，他们有同居的，他们问他结婚后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一样哦。你是结婚前没有同居 right？ 然后你会不会 excited？ 你会有东西期待OK。我其实会羡慕那些朋友，就是可以同居，因为我觉得说同居是另外一种回忆啦，就是你可以有不一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同居，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就是同居
居过后就没有这样浪漫了，因为好像就把对方看成一个室友还是一个家人，而不是一个来男朋友、女朋友，会吗？然后你看他丑陋的一面。其实不会，没有浪不浪漫的，你可以每天都很浪漫，因为你有更多机会去对一个人浪漫。喏，你可以每天买早餐，你可以每天就是 surprise， 就是带食物回来，那个是因为你有更多机会去做，所以你可以更浪漫。当你的伴愿意让你看到他最丑陋的一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他对你的信任、爱。这个是我最丑的一面，没有人可以看得到。所以，但是你看得到，所以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啦。那对于那些要同居的人，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不是同居或者你自己出来住，我也是蛮支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你自己出来住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要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你才可以照顾别人。自己出来住的时候，我要学怎么就是扫地、洗衣、抹地。因为现在我还是没有很厉害啊，不过我可以做。然后不只是这样，你还可以学到很多来，洗衣粉要用什么，要怎么洗衣服。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真的是要自己出来住，因为你才有那个责任要去执行一个长大的体验。就是如果有机会就是很好的啦。你们会有什么建议说几时才应该去同居？求婚之前，我好像没有那么大胆的住在他的家。After engage 的过后，我觉得是一个 good time。I think confirm 了最重要，你 confirm 了，然后才就是朝着同样的目标，就是要结婚才有那个意义啦，不然你就很累嘞。父母允许，还是要听父母的话，还有尊重他们意见。当然是如果已经谈过讲要结婚，可能最好是求婚过后啦。其实我觉得同居有好处也有坏处啦，没有绝对的答案。最重要是要看自己的个人情况。我觉得只要你的人生观是差不多一样的，其他这些生活的小细节都是可以磨合的。对。谢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拜拜。